人类仍然在进化，一直都没有停止过，而且速度可能在加快啊。比如说，科学家在现代人的手臂中就发现了微小的变化，这种变化属于进化路上的一种量变，而且发生在很小的时间尺度上。因为在19世纪以前，成年人的前臂中有2条主动脉，分别是桡动脉和尺动脉，这是当时绝大多数成年人的特征。这2条动脉是婴儿出生以后才逐渐生长起来的，就是说在这2条动脉发育完成之前，胎儿在妈妈的肚子里，手臂中只有1条动脉，叫正中动脉。当胎儿出生以后，这条动脉就会在8周后逐渐的萎缩，然后消失。紧接着就会被分布在手臂2侧的桡动脉和尺动脉取代的为手臂提供血液。但通过大量的解剖学研究发现，在19世纪80年代的时候，就已经发现了成年人正中动脉没有退化的情况，也就是说，在这些人的手臂中有3条动脉当时这个比例估计占到了10%的人口。但随后这个比例一直在增大，到了20世纪以后出生的人，这一比例就迅速上升到了30%，那目前这个比例就已经达到了35%。那科学家估计再过个80年左右的时间，有到本世纪末所有人的手臂中都会出现3条动脉，而不是19世纪以前的2条动脉。这就是人类的一次微进化的例子虽然不是宏观上的性状的改变，但是这个例子依然有力的说明了我们人类依然在进化，而且速度在加快因为这个时间尺度很小。那问题是多出来的这条动脉是好是坏这肯定是好的，它能够增加手臂的血液供给，让手臂的力量更大，不易疲劳这是一次有利的进化。那发生变化的主要原因可能是因为基因突变导致的婴儿时期才存在的中位动脉没有退化，或者是因为来自母亲健康的一些问题导致的一种疾病，让这条动脉没有正常的退化也许这2种原因都有，但总的来说，这种微进化是好的方向再往远了看，人类在近几千年间还出现过一次比较大的基因突变，就是对乳糖的耐受能力。我们知道所有的哺乳动物在婴幼儿时期都能够喝奶，因为这个时候身体会产生能够分解乳糖的酶，但是长大以后都会失去这种能力的这是由基因决定的，当然也包括我们人类在内，长大以后都会出现乳糖不耐受的情况。但在6000多年前，有一部分人的基因就出现了突变，这种突变就导致了这些人可以持久性的产生乳糖酶。比如现在欧洲人目前的乳糖不耐受人群它低于30%，那么我们亚洲人的乳糖不耐受的情况高达60%。这就是为啥很多人感觉自己喝了纯牛奶感觉不舒服就是这个原因。那未来这种情况的比例会一直下降的，毕竟进化的可以喝牛奶是一件非常有利的事情。还有我们熟知的智齿，有我们说的第3颗磨牙它一般长出来的时间在16岁到25岁之间，这个时候人已经成年了，所以这颗牙齿叫智慧齿。智齿就是人类进化遗留下来的特征。由于我们人类和大猩猩是近亲，所以我们的祖先也跟他们一样吃粗纤维的食物，所以人类在成年的时候也就准备了一颗磨牙以备后用，省得中途磨坏了一颗，造成吃饭困难。但是人类的祖先和大猩猩分道扬镳以后，饮食上就出现了很大的变化，所以慢慢的第3颗磨牙就变得多余了，就没有用了再加上人类的面部现在变得越来越小，不再突出，牙床的空间也越来越小，所以有些人在长出第3颗磨牙的时候就会挤到旁边的牙齿，造成难以忍受的疼痛，最后只能拔掉现在很多人就已经不长智齿了我就没有长过，这就说明这个遗留下来的特征正在慢慢的消失，这也是人类微进化的一个例子所以我们人类现在仍然在进化。这科学家说，人类在近5000年来的进化速度比以前快了100倍这些进化都发生在微小的层面上，只有时间累加的足够多，我们才能够看到人类在宏观上发生改变。比如说10万年后的人类，他肯定和现代人看起来不一样，对吧？你觉得呢？好，那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我是理论科学，点个关注，一起学习有趣的黑知识，拜拜。